大家好，40年前张国荣的一首《风继续吹》，吹来了多少经典的记忆，又带走了多少辉煌的唏嘘呢？现在的中港台娱乐圈只剩下中国大陆的风依旧是那么的强劲，只是它的风向开始内卷了，开始琢磨不定了，让圈中的人个个都诚惶诚恐，相当的纠结。就像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大环境下，即便如此，无论一线的大明星还是18线的小人物，也不忍远离。毕竟这一片的沃土，曾经是他们用血汗、用拼搏、用时间、用毅力打拼出来的理想的乐土。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各种不容易当中享受着快乐的记忆，即便流着眼泪，也咬着牙继续的追梦。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如果您感觉我在捆绑两人，千万别误会，其实我想捆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人生不易，清流难寻。正面阳光、积极向上、充满朝气和正能量的艺人们，如同天上的星星，投射在不同人的心里面，或许都是一丝的温暖和无限的安慰。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您一起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一同为这些背上插满了暗箭、冷箭、黑箭的相当不容易的人一道加油鼓励，一道传递人间的温暖和彼此的祝福。因为充满人格魅力的人都倒下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千篇一律的伪光正、样板戏和红宝书了。多谢您的支持和理解。最近中共的官媒央视继续配合中央的指示，连续的发文，并以图片的简明的方式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娱乐追星的8项注意，用词锋芒毕露，满眼条条框框，各种的严禁、取消、从严、解散、禁言等等，个个依旧是分量十足、声色俱厉的官方的口吻和标准的用词。不过等我仔细认真的学习下来之后，才大致明白，这些所谓的追星附加的条件，如果都认真的落实到了实处，扎实的叠加到了一块的话，其实还真的根本就不需要9张图片那么的扎眼，那么的多，其实只需要1张图片就能够彻底诠释清楚了。这9张图片拼凑到了一块，似乎浪费了一些网络的空间。在我的眼里，央视啰里啰嗦的套图解释了半天，其实只是想告诉人们的，也就是6个字而已：不要再追星了。因为把这些条条框框、约束条件都具体的落实到实处的话，而且很抓严管的话，所谓未来正常的追星活动，压根儿只需要3句话就能够彻底的概括了。第一，追星必须得是成年人才行，未成年人一律没有资格了。第二，你说过的话必须记录在案了，以便随时的追责。第三，你爱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但是你所花的钱已经听不到响了，至于干什么去了，你也无需知道了。另外一边厢，忠实执行中央精神的谣言大本营，也就是这个微博再次搞新意思，再次转移掉了自己身上的压力。就像约谈赵丽颖、王一博工作室的那样，未来出错一定不是微博的错，因为他已经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了，再出现问题，再捅娄子的话，也都是各个工作室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乎，照猫画虎的9月2号，微博再次举办流量明星的经纪公司座谈会，
而且还一口气的邀请了近50家公司之多。毫无意外的，他再次完美的推卸掉了责任，再次要求这些流量明星的经纪公司必须自查整改乱象治理，重点功能规范，制度机制建设。怎么样？听起来高度概括了明星工作室的工作职责了吧？这种让明星们自己自查整改治理乱象的官方的说法，是不是很冠冕堂皇，套路十足呢？是不是让人感觉这些明星似乎在开完这场座谈会之后，就能瞬间拥有了微博的管控的能力和生杀的大权呢？在我的眼里，谣言大本营这次玩的戏码实在是太烂太低俗了，实在是心里面想一套，手里头做一套，嘴巴上说一套。于是乎，有好事者干脆帮微博开列总结了微博限制艺人的政策新8点出来了，算是精辟兼搞笑的把具体的工作简单粗暴的梳理罗列了一番。虽然内容和提法都非常的粗浅，用词和答意都欠缺严谨，但里面的大实话倒是说的相当的在理、干净透彻和认真具体。这种分明站在工作室角度的调侃或者说倒逼，我要给合格分的60分。因为空话套话永远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真抓实干才是负责任的网络平台的做法。这么一份调侃味道十足的微博政策新8点，里面听到了例如禁止节食、禁止摆拍、少谈政治、不谈历史、艺人低调等等，几乎个个都是可以具体落实到实处的，可以真实操控和监督管理的可行性的办法。而且这份微博政策居然连漫画腰和减肥都要管，实在是管天管地也管私生活了。我就特别欣赏微博直接官示提醒艺人们少谈政治、不谈历史、低调等等的说法。虽然这些都是心知肚明的东西，但你通过平台广而告之的方式去警示艺人们少言寡语，也是一种扔掉冷冰冰献上暖洋洋的人文关怀了。当然了，喜欢甩锅的谣言大本营应该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善意的，他的眼里只有对权力的恐惧，对金钱的渴望。有意思的是，9月3号这一天，赵丽颖和王一博几乎不约而同的在同一时间，也就是0点的时候，先后转发了央视新闻在0点0时正点发布的主旋律的帖子。在这种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凌晨时分，夜不成寐的云斐夫妇居然都在密切关注着党媒官媒，关注着国家大事。说真的，我的内心除了万分的佩服，就是万分的惊讶了。这份格外的紧张和警醒，说实话，正是现阶段顶流艺人们必须标配的危机意识和自保的刚需。这整整1个月来，高危社死之风已经横扫了大江南北，扫过之人个个都掉进了万劫不复的历史垃圾堆当中去了。原本就聪明和低调的赵丽颖和王一博自然更加的低调加上谨慎了。他们在微博上的发帖，除了必不可少的代言和广告之外，基本上都是一颗红心跟党走的官媒转贴，安全系数爆表，真的是值得大赞特赞了。因为这种操作让谣言大本营和无良黑粉们压根儿就找不到任何抹黑的突破口了。说实话，赵丽颖的微博粉丝就要破亿了，而王一博的微博粉丝也要突破4000万了。这2个人的楼越盖越高，越盖也越危险了。这个时间点就必须秉持4大要点，以防任何的社死楼塌的悲剧发生。第一，就是少说观点，任何的观点都可能隐藏杀机。第二，不谈个人，因为任何个人的照片、个人的言论，同样可以被人鸡蛋里面挑出骨头，不会安全。第三，转发党媒，
这种高大上跟党走的自保的行动几乎是零瑕疵。第四，点赞观美，因为点不点赞都是态度，爱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爱党，这是生存的大忌。好了，说到这，您觉得王炸姐弟这次凌晨同频、高度一致的心灵的默契，是不是超级的意外、超级的可爱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大赞，一个是偶然，一个是无感。多谢您的参与和互动。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于斐夫妇王炸 CP 这次能够安全进组，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营造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险恶，风雨婆娑，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